下边的这道题它依然是笔直的形式，涉及到的抛物线呢依然是开口朝右的标准的抛物线方程。我呢还是先把图画出来，开口朝右的抛物线它是这个样子的。过焦点 F， 这是焦点 F， 画抛物线立刻画准线养成习惯。过焦点 F， 倾斜角是60度的直线，好吧？陡峭一点，给我倾斜角是60度。这条直线 L 交抛物线西于 AB 两个点，这是点 A， 这是点 B。AF 是大于 BF 的，果然 AF 长一点，它是交半径 ，BF 也是交半径，它稍微短一点。那么题中说 AF 比上 BF， 只要提到抛物线上的点，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当然要转化AF、BF。由于它给我倾斜角了，我先表达一下这条直线的方程。因为倾斜角给我了，所以 KL 直线 L 的斜率就是tan尽它60度，tan尽的60度它是根号3。点 F 的坐标显然就是2/P逗0，我又有点又有斜率，所以直线 L 的方程我就能写。所以直线 L 的方程为 y 减0等于 k 倍的根号3倍的 x 减去2/P。点斜式，我把直线方程写出来了。老师说，只要提到直线和抛物线和匀理曲线相交，我们就把它联立。所以 y 等于根号3倍的 x 减去2/P， 它和 y 方等于2px， 我们就联立。联立之后，消谁方便我们就消谁，那我们就消 y。消 y 得，我们需要在草纸上写过程，直接消完得到的结果放在这儿，好吧？我在这儿写一下过程。y 方就是3倍的 x 减去2/P 的方，它等于2px。3x 方减去它们俩乘积的2倍，2就没了，再乘以它，那就是 3px。加上4/P 方，再乘以3呢，是4/3P 方，然后减去2px等于0。x 方的项就是它。我不喜欢分母，所以呢每一项我都乘以4。12x 方，这是-3、-2、-5，乘以4呢，-20px，加上3p 的平方等于0，所以得12x 方减20px加上3p 的平方等于0。我只要最后的结果，这些需要在草纸上进行，所以我们就不要了要写关键步骤。我得到这个以后，当然开始伟答。所以 x1 加 x2 负的 a/b，12/20用4约4 30 4 25 20， x1 乘以 x2 等于 a/c， 4/P 方12/3P 方4/P 方，所以 x1 加 x2 x1 乘以 x2 我们都知道了。题中让我求的是 AF 比上 BF。AF 是啥呀？交半径啊。点 A 的坐标是 x1 y1，点 B 的坐标设为 x2 y2。
经过点 A 向准线做垂线，垂主是 A 撇；经过点 B 向准线做垂线，垂主是 B 撇。那么 AF 显然等于 AA 撇，这是p 个单位。这一小段呢，恰好是横坐标 x1 所对应的，所以 AA 撇也就是 AF， 它就等于 x1 加上p 交半径的公式。所以 AF 它其实就等于 x1 加上p。同样道理 BF 呢，它显然就等于 x2 加上p。所以两个交半径啊，我都把它表示出来了。那么它俩的比值呢 ？AF 比上 BF 就等于 x1 加上p 比上 x2 加上p。那么我们看一下啊，上一个式子伟答我得到的是这个，我们能不能把这俩根求出来呢？因为我现在没有 x1 加 x2 的形，它们俩分别在分子和分母出现了，所以我想把 x1、x2 各自都求出来啊。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方程，看它能不能使之相乘。我们试一下啊，3×4=1是2，2×6呢1是2，3×6=1是8，哦，-3-1，好，2×6=1是2，-3-1正3，-18-2，-20恰好是中间项，所以我们就把它分解成 2x 减3p乘以 6x 减 p等于0，两个式子相乘等于0，两个式子各自等于0，所以 2x1 等于3p， 那么 x1 就等于3/2，这个式子等于0呢，或 6x2 等于 p， 所以 x2 呢它就等于p，我们只需要把它带进来就可以了。一个是2/3p 加上2/p 除以 x2， 我们看啊 ，AF 比上和比 FB 长，意味着尤其是再结合倾斜角是60度 ，x1 大。x2 一定是小的。到底谁是 x1、x2？ 看谁大。2/3p 大，所以它就是 x1。它呢6/p 小，所以它就是 x2啊。我们写的完全正确，所以它是6/p 加上2/p。p 提出来约掉了 ，p 提出来，上下约掉了。1/6加上6/3，6/4是2/3，2/3加2/1，2/4就是2，2除以2/3乘以2/3，2约掉了，最后结果就是3。所以它们俩的比值就等于3。好。这一小节呢，我给大家讲了用划归的思想来解决比值的问题啊。我给大家讲了3大小题，其中第2道题呢，对均值不等式常规的均值不等式进行了改造，便获得了新的不等关系。好，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下节课呢，我要继续往下给大家讲下一个知识点。